对于去年12月一架 F-35B 战机坠毁，F-35战斗机联合项目办公室近日确认，安装普惠 F-135发动机的 F-35存在抖动问题，也就是心脏病，建议在未来3个月内对已停飞的 F-35进行翻新。接连发生的离奇事故让缺陷多、花费高而饱受诟病的 F-35更加备受质疑。去年12月15号，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发表声明称，一架 F-35B 战斗机在德克萨斯州沃斯堡海军航空站联合储备基地坠毁，飞行员安全弹射。这架 F-35B 尚未移交给美国军队，涉事飞行员是一名试飞员。该机当时在跑道上进行悬停飞行，进行垂直降落时，直接接触到地面后猛地弹起失控，突然机头朝地，折断前起落架，在地面擦脸旋转冲出跑道，飞行员安全弹射逃生。值得指出的是，这是当时美军 F-35B 在半个月内发生的第2次事故。12月1号，在驻日美军冲绳加手纳空军基地，一架美军 F-35B 也发生事故。起初，该 F-35B 疑因电力问题被迫降落，随后在跑道上被牵引时，又由于起落架发生故障，机头砸向地面。迫于舆论压力，事故发生后 ，F-35战机联合项目办公室发布指导意见，若干高风险 F-35被停飞，但拒绝透露具体有多少架无法飞行。飞机制造商洛马公司也宣布暂停交付 F-35。该公司3月2号证实，交付工作目前仍未恢复。F-35战机联合项目办公室在2月发布的声明中建议，在3个月内对2022年12月以来停飞的 F-35进行维修，短期解决方案可以在4到8小时内完成。但是声明未详细说明解决方案，只是说这个方案减轻了发生谐波共振时的风险。觉得不是翻新，叫大修。大修就全面的、彻底的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相关的隐患。这种隐患虽然出现的概率低，但是一旦出现，后果非常严重。一般的抖动肯定是不舒适严重的抖动，整个就飞机姿态失控，造成机毁人亡。据美国防务新闻周刊网站3号的报道 ，F-35患上心脏病是由于普惠公司 F-135发动机的设计能力已经无法满足 F-35战斗机性能升级的更高要求。报道称，普惠公司负责 F-135项目的副总裁珍·拉特卡2月28号说，这个问题非常罕见，并表示在这个抖动问题出现之前 ，F-135发动机已经完成了60万小时的飞行。他补充说，发动机内部并没有发生变化，而只是出现了多重参数才会发生危险的抖动。他没有指出这些参数是什么。拉特卡称，在去年12月15号的事故发生前，普惠就已经处理好了 F-135发动机的共振问题，但他解释说，涉事的那台 F-35B 发动机的故障涉及某些新的方面。有消息指出，一旦 F-135发动机升级不成功，新的 F-35战斗机或将安装美国通用电气公司主推的以 XA100为基础的自适应发动机。值得指出的是 ，F-35战机不仅患有心脏病，其他毛病也是一箩筐。2011年 ，F-35战机服役伊始，便被爆出发动机故障、润滑油泄漏、机翼折叠装置和集成电路系统出现故障等问题。2014年，该机舱尾发生起火事故；2016年，该机隔热材料出现破碎及剥落，导致油箱受损；2017年，该机被曝供氧系统故障，导致飞行员舱内缺氧；2018年，因发动机油管故障，该机首次发生坠机事故；2020年，该机被发现超音速状态飞行下尾焰灼烧，会使机体损伤。上述故障事故均造成 F-35不同范围内的停飞，但这些明显缺陷都无法阻止美国把它卖给盟友国家。洛马公司研发的 F-35共有3种型号，已经在全球交付了超过890架，包括为空军设计、仅可在一般跑道起降的 F-35A， 为陆战队设计、具备短距起飞和垂直降落能力的 F-35B， 以及为海军设计、可在航母甲板起降的 F-35C。随着 F-35部署版图不断蔓延，严重的坠毁事件频频登上新闻版面。比如，2021年11月，英国海军一架 F-35B 从航母上坠海；去年1月，韩国空军一架 F-35A 机腹着陆；同月，美国海军一架 F-35C 在降落时意外撞上航母甲板坠海。分析指，频繁的坠毁和停飞让美军及盟友的空中战力受挫。近年来，美方一直忙于给 F-35战斗机打补丁，即便经过多轮修补，该机仍有数百个问题未能解决，其中包括多个威胁飞行员生命的 A 类缺陷。
它频繁出现这样比较严重的事故，像日本、韩国，包括以色列，都因为F-35出现事故，造成大面积停飞。但是不得不说，F-35是当下国际市场上可以买到的，我个人应该认为是唯一一款现货的隐身战斗机，第5代战斗机。大家知道中国有歼20，但歼20没有明确说出口。俄罗斯有苏57，有苏75，但是装备量很小，并不成熟。阿联酋据说不选 F-35，它只能选法国的阵风。阵风不隐身，而且价格据说比 F-35还便宜不了多少，甚至于差不多。所以当下可能虽然对盟友有影响，但是他们也没有办法，只能购买 F-35。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卫。吴先生您好。据美国媒体报道 ，F-35战斗机联合项目办公室近日宣布，所有 F-35战斗机应当在90天内进行检修，以期解决发动机抖动隐患。这很可能意味着全球各国军队的 F-35战机都将面临停飞。那么这款战机遇到了什么问题？是的，梅西。用大家比较好理解的方式去解读这个新闻，就是在美国国防部的要求下，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发布公告，召回全球几乎是所有已交付的 F-35战机，请用户们把战机开到指定的 4S 店进行全面检修。对于汽车这种消费品而言，召回可能不是什么太大的事情，但是对于一款单价接近1亿美元的先进战斗机而言，如此大规模的召回就是一个大新闻。它首先意味着全球至少10个国家的空军、海军用户会受到影响，日常的飞行训练、任务执行都成问题。远的有英国皇家海军的航母，近的有美国海军正在中国周边海域晃悠的2栖攻击舰。但最大的问题还在于，这些国家根本无力申诉，也无从抱怨，因为他们没有其他选择，只能用 F-35。这款战机在设计之初，美国就拉上了一大堆盟友，美其名曰联合研制、联合生产、降低成本。实际上，它也是一个阳谋。美国用一款看似先进的战机，阉割了一众盟友国家的航空工业。潜台词就是：你们就别折腾隐身战机了，通通都来买我的就好了。F-35身上不乏酷炫的标签，比 F-22更先进的隐身战机。全球产量最大的隐身战机，游戏规则的改变者。但 F-35的负面新闻也一直没有停过，光是停飞这个关键词就能勾起我的许多回忆。回看过去10年 ，F-35战机先后因为发动机叶片出现裂痕、机油管路泄漏、冷却液管路泄漏、座舱供氧系统故障、弹射座椅故障等一系列问题被迫停飞。这一次的停飞原因源于去年12月15号在德州沃斯堡基地发生了一起坠毁事故。那架 F-35B 在垂直降落的过程中发生重着陆，弹跳而起的机体力矩失衡，整架飞机忽然抽风似的差点倒扣在跑道上，所幸试飞员及时弹射逃生了。事故发生后，美国国防部立刻下令停飞所有 F-35B 战机。要知道，远在太平洋的另一边，一艘满载着 F-35B 战机的美国海军2栖攻击舰正在执行所谓威慑中国的巡航任务。美国军方不能承受再有一架 F-35战机在中国家门口坠毁带来的舆论压力。那 F-35战机服役以来，为什么频频掉链子？制造商又是如何处理问题的呢？如果单从性能数据上看， F-35战机确实是很先进的隐身战机，但是作战部队更看重一个数据，那就是可出动率。据美军自己公布的数据，2020年美军 F-35战机飞行中队的平均完成任务率大致是39%，远低于预期目标，也远低于那些从指标上看没那么先进的3代机，比如 F-16、F-15。这还是在美军没有介入大规模战争的所谓和平年代。面对恶评如潮 ，F-35的制造商洛马公司着急吗？我个人认为他们并不着急，因为眼下的这些用户别无选择。正如我刚刚提到的，全球有17个国家采购了 F-35战机，还有一些国家正准备采购。这是一个彻底的卖方市场。与其说 F-35有多先进，倒不如说采购美国战机本就是等价兑换一张盟友俱乐部的入场券。F-35事故频频，倒是也让我见识到了美国军工复合体强大的应急公关和游说能力。防务新闻网站发布 F-35战机全球召回新闻的正上方，恰好就是 F-35战机引擎制造商普惠公司的宣传广告。
点进去一看，网站自动链接到了普惠公司给 F135引擎进行核心升级的介绍页面，里面还开设了一个专栏，名叫“关于 F135发动机不实指控的逐一驳斥”。你五角大楼不是说发动机共振导致了坠毁事故吗？好，那我就逐一进行驳斥。防务新闻网站今年2月专访了美国众议院军备委员会战术空军和地面部队小组的主席罗伯·惠特曼，请他仔细讲了一下 F-35战机坠毁的事故调查进展。在这个3分半钟的专访里我听到了一个美国政客非常娴熟的替军工企业逐一挽尊，仿佛谁都不需要为战机坠毁负责，问题就已经得到解决了。在这则专访的新闻页面里我再次看到了普惠公司的广告。slogan 非常响亮 ，The only trivalent solution， 世上绝无仅有的3合1战斗机动力解决方案。吹嘘的是 F-135发动机适配了 F-35战机 A、B、C 3种型号。从新闻源头上进行公司形象维护，瞧瞧人家这公关的效率。好的，也谢谢吴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